初一人拜神，初二人拜人，初三送窮日，初四人乞米，初三到咯，記住一不拜，二禁忌，三要做。乜嘢係一不拜啊？有咩禁忌啊？初三就唔好拜年，唔好去探親啦。點解呢？初三赤口喎，去咗惹是非啊！正月初三又叫做小年朝，民間叫做赤口赤狗日。咁喺呢日就不宜出門拜年，不宜探親。咁據講，如果喺年初三同邊個拜年，就會同邊個嘈交咁話。咁所以喺呢一日最好就唔好遠行，唔好出門，留喺屋企，避免兇殺啦。咁點解會有咁樣嘅講法呢？事關喺古代民間認為年初三係赤狗日。咁傳說中呢隻赤狗係飆怒之神，古代尋偉家所謂五帝之一，火帝、炎帝，南方之神，亦都叫做赤帝。咁相傳佢係掌管夏天嘅，所以佢嘅脾氣係好暴躁，好容易發嬲。傳說話呢隻飆怒之神每年到咗大年初三就會嚟到凡間。咁如果邊個衝撞佢、冒犯佢嘅話，就會發生啲唔吉利嘅事。咁所以如果喺年初三去探親嘅話，人就好容易會發嬲，好容易會急躁啦。遇到事情都管唔住自己把口，好容易會同人哋發生爭執，招惹口舌是非咁話。所以老百姓為咗避免衝犯赤狗，咁喺年初三呢一日就唔會出門，唔會同人哋拜年，唔會同人哋打交道啦。當然喺呢一日，就算係同屋企人講嘢，都要注意下，收斂下脾氣，避免講一啲唔吉利嘅字眼，費事講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咁二禁忌又係咩呢？初三就唔好派酒，無情一人。點解大年初三不宜待客呢？因為赤狗日嘅赤有赤貧嘅意思，話如果喺呢一日去招呼客人或者係擺酒嘅話，就會衝犯赤狗，為自己帶嚟貧窮同不如意咁話。咁唔知你嗰邊有冇呢一個講法呢？初三咪要到小年朝喎。點解年初三會叫做小年朝呢？喺清朝嘅清家錄入邊有記載，話年初三為小年朝，不掃地，不克火，不吸水，與歲朝同。咁呢度嘅歲朝指嘅就係大年初一，與歲朝同嘅意思就話年初三係叫做小大年初一，所以就叫做小年朝啦。咁民間係非常重視呢一日嘅。咁講到小年朝，又不得不提下宋朝嘅宋真宗咯。佢因為簽訂咗澶淵之盟，失去咗民心，為咗挽回呢個局面，佢就上演咗出玉皇大帝大龍鳳，咁終於可以改善到佢喺老百姓心目中嘅形象。咁為咗穩定呢個局面，宋真宗仲將正月初三定為係天慶日，唔單止俾文武百官放假5日，仲可以升職加薪，喺京城民間舉行慶祝嘅活動。不過好明顯，佢呢個風俗已經失傳咗，民間淨係保留咗赤狗日不宜出門拜年嘅風俗。咁其實無非係叫大家初一又要起早啊，又要接財神啊，初二又要回娘家，咁到咗初三就可以瞓翻個好覺，休息下啦。不過各地風俗唔同啊，有啲地方係初三回娘家嘅，咁唔知你嗰邊外嫁女又係年初幾回娘家嘅咧？分享下。咁第二個禁忌呢？初三為老鼠娶親嘅日子，早啲宿生溫覺冇嗌嘢。相傳大年初三仲係老鼠娶親嘅日子，咁古代民間老百姓為咗成就老鼠嘅好事，為咗唔打攪佢攞老婆，就會喺呢日早啲關燈瞓覺啦，仲會喺屋企嘅角落頭揼一啲米碎啊、餅碎嚟供老鼠食用，就好似當做人情咁。咁民間將呢個風俗就叫做老鼠婚前，一方面係同老鼠分享自己一年嘅豐收，另一方面就係祈求老鼠，喂，我有俾嘢你食噶，嚟緊新嘅一年你唔好喺我屋企搞搞震啦。咁除此之外，正月初三仲係穀日，即係穀嘅生日，喺古代民間仲會喺呢一日進行祭穀祈年嘅儀式，甚至會禁止食米飯嚟表達對穀物嘅感恩之情。以前老一輩人仲認為，如果大年初三呢一日係天氣晴朗嘅，咁呢一年嘅稻穀就會大豐收。咁相反，如果係陰天又落雨嘅話，咁呢一年嘅年景就會差啲啦。咁唔知你嗰邊大年初三嘅天氣又係點嘅呢？咁年初三要做啲乜嘢呢？要做窮神講走呢所嘢。喺廣東會將大年初三稱為送窮日，福建會將呢一日叫做窮鬼日、赤鬼日。各地風俗唔同，咁有啲地方嘅送窮日係初5，有啲地方係初6嘅。咁相傳玉皇大帝都好中意民間過年嗰種熱鬧墟冚嘅場景。每年到咗除夕夜，佢就帶住班蝦兵蟹將落嚟凡間遊玩幾日噶啦。
咁神仙一到，嗰啲牛鬼蛇神就唔敢出嚟凡間放肆噶啦。但係一到咗大年初三，神仙玩攰咗，又會翻到天庭。咁嗰啲牛鬼蛇神又出嚟嘅咯。咁因為人係有陽氣噶嘛，佢唔敢輕易埋身，佢會專揀嗰啲屋企污糟邋遢嘅人家。所以一到咗年初三，咁家家戶戶都會做3件事：一、掃乾淨企理間屋；二、將初一初二啊堆埋嗰啲垃圾冚唪唥踩出去。第3個做法，以前嘅人仲會將啲垃圾啊放喺三叉路口嗰度焚燒，然之後放串炮仗，噼零啪啷咁趕走啲衰神啊窮神，寓意就係驅邪避日。咁當然呢個做法係唔文明嘅吓。其實將啲垃圾打包好，擺落垃圾桶已經係送窮噶啦。咁送窮呢個風俗其實一早喺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嘅。老百姓之所以咁做，無非係想攞翻個好意頭，祈求自己喺新嘅一年可以平安順遂、諸事大吉嘅美好願望。所以古人對於年初三嘅風俗就係不拜年、不宴客、不擾鼠。咁其實對於呢啲風俗，我哋可以取其精華、去其糟粕嘅，有啲係值得保留落嚟。譬如話辛苦咗幾日啦，咁到咗年初三嗰時就可以休息下，瞓翻個好覺，唔好到處去串門啦，陪下屋企人。咁到咗起床之後，就可以將過年嗰啲垃圾啊冚唪唥清乾淨，清理出去，乾淨企理，又衛生又健康。咁唔知你嗰邊年初三又有啲乜嘢風俗呢？到最後祝大家百無禁忌，大吉大利。